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谢汉斌，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燕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国际间的最新讯息了。印巴战呢，大家一直以为，川普说停了。印巴，我在打电话彻夜斡旋，同意全面立即性的停火。然后同时呢，卢比欧也出来发声，说过去这48小时里面，不是只有他，不是只有川普，还有谁？还有 Vance 刚刚去印度访问的那一位副总统，大家呢都一起在讨论，现在进行了交流，可以停了。可是呢，讲完之后没多久啊，怎么突然之间又打了起来呢？好，大家现在呢就看到了印度这边有主持人对于川普宣布说，美国出来斡旋这件事情，他很生气，说川普呢，你根本就是越俎代庖。听听看他怎么说。Clear case of overstepping. It is not the job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make a claim when we haven't even agreed that this is a matter which requires his intervention. I mean, with the greatest of respect to the American President, he has no idea about the ground situation. He has no idea about what's happening here. Till a few days back, he said that this is not for him to look into. And now he's congratulating both countries trying to be a global peacemaker. And I think this is beyond him. I strongly object to the fact that the US president is saying that he has sorted out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好，从他讲话，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气愤程度。其实呢，真的双方好像真的没想停哈，因为才刚讲完没多久，川普您是不是白忙一场啊？因为大家就打起来了。好，左边说右边打他，右边说左边打他，反正呢就是在克什米亚这边呢又再次的发生交火了。结果呢，印度就有一个前外交官出来讲话，说其实啦，现在呢要怎么样才能够缓和下来？可能可以靠中方。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中方呢，其实出来讲话的第一时间是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您必须理解，他跟巴基斯坦之间有人称呼他们为巴铁。好，可是呢，他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以印巴共同邻国的身份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克制。那是不是这个时候他出来讲话会比较有一定的高度呢？这一回其实印度呢，当然很多人说他们是不是失算了，因为一直以来他觉得我连航母都有了，我海陆空绝对力抗对方。可是这一回却是发现了他们的战机被打下来。这20年来最严重的冲突，印度曾经尝试用以色列式的打击策略，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呢，你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他们双方其实那个战力是蛮悬殊的，所以呢，一直以来他就认为说，我比巴基斯坦强很多，我可以用以色列式的方式去打他。但他万万没想到，巴基斯坦这几年来在军备的扩充上面，其实已经比原本想象的还要多很多了。甚至这一回空战比上，巴基斯坦军队表现的还要再好一些些。所以呢，这一回你去看看所有巴基斯坦出来讲的从他们的议会里面，然后到他们的总理。大家讲的都是非常义正言辞。现在新出来讲话的这一位叫做三军公共关系局的主任，你看看他讲的有多酸。No, they actually they live in movies. I must give credit. They have a very good theater. They have very good this Bollywood, but that's not the reality. You have to grow out. Please stop living in Bollywood. 好，让巴基斯坦跟印度讲说 ，You have to grow up， 你得成长，不要活在宝莱坞里面。印度人应该很气吧？所以他们现在还公布了当日的空战细节，还包括了怎么击落标风的录音。录音档曝光之后呢，现在我们来听听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他讲法就是说呢，当时确实他们自己呢在过程当中有看到了爆炸，而且呢巴方说其实呢是印方这边先发动的攻击，他们才花2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拦截决策，甚至也看到了印度他们所发出的飞弹还掉到他们自己的区域里面，没有完全的精准达到目的地。这一些呢就是巴基斯坦现在告诉大家的一些更详细的内容。而其实这一回呢也让大家很意外的是，竟然说是用200万美元的飞弹摧毁了15亿的防空系统。这样讲呢，你可能就会很有感觉了。好，原因是因为呢，它派出了枭龙，然后搭载的是 CM400 AKG 导弹，竟然可以打破
S-400其实是俄罗斯产的哈，现在呢也算是他们最厉害的一个防空系统，但竟然能够成功的摧毁它，那就会让大家想说，这套系统其实在俄乌战这边呢，其实他们也有做过相关的印证。那现在呢，在新的这个印巴战场上，大家看到的不同的结果，那这到底又代表着什么呢？其实以前呢，在印度来讲，一直认为自己的军事实力是很强大的，甚至呢在排名上面前5名空中力量是前4名。美国后面呢，他们就讲说，其实就是我们印度了。我们甚至呢还赢过了中国的空军。但是现在呢，印度的退役中将就直接讲了，说到如果全球空军排名，印度应该是排第3的，而这种排名是有依据的。可是这一次的印巴冲突，却好像反而看到了不同的信息。特别是这一次，确实巴基斯坦就靠着中国的军事科技战力来打过了这一仗。现在战争持续在进行当中，所以想要请教一下彬哥，您会怎么样来预期？目前看起来，虽然说川普说我彻夜斡旋，他们停战了，但是现在战火再起，您怎么分析？我觉得美国他们自己要不要先把自己的态度坚定一点？他到底对这一场战争采取什么样一个态度？这个不只是川普曾经讲过这一件事情不干他的事，范斯昨天才讲过，说这件事情跟他无关了。对，说印巴之间的战争不是美国能够管的。对，然后结果你川普又说你在中间斡旋达成了这个协议，结果你讲完之后人家又打起来了，请问一下这到底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当然那个主持人是有点过于激动，美国来当和事佬也不是坏事啊，我是觉得不是坏事，至少让大家有个下台阶嘛。那可是显然川普好像是在状况外，他对很多实际发生的状况并不是那么清楚，然后就急于邀功，所以才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尴尬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不是应该要先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然后等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才去公布一些消息，不然的话老是这样被打脸，其实川普自己也很难下台，这实在是蛮难看的。那当然现在我们是希望印巴之间是能够迅速达成和解，可是看起来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对印度来讲，我们都知道印度人是非常要面子，那现在显然让他感到非常的难堪，所以他急于想要在战场上想要找回一些优势回来。可是问题是，我是觉得印度现在千万不要冲动。为什么？显然他目前并不知道如何去破解巴基斯坦对他的攻势。你看，你连续有这么多战机被人家打下来了，包括你最先进的标风战机都被打下来。是。那请问一下，你有反制的手法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最好不要贸然行动，因为你贸然行动只是招致你更多的战机被打下来而已，白白牺牲这些飞行员的生命，这是完全不值得的。因为显然现在巴基斯坦它利用这个地面防空系统跟空中预警机还有战机做成这样的一个这个防卫的体系是奏效，那印度是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是觉得印度最好先看清一下局势再行动，而不要贸然行动。因为昨天他们巴基斯坦那边宣称他们又打掉了一架标风，所以到底实际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显然目前印度并没有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那当然，巴基斯坦这边讲话是很酸啊，说你们还活在宝莱坞的美梦当中吗？可是事实就是这样，看起来印度是太过于轻忽巴基斯坦的实力。他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是可以碾压巴基斯坦，对，可是却没想到巴基斯坦这几年的进步是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印度人过去一直是很看不起中国大陆的武器，他们一直觉得中国大陆的武器都是模仿品，都是拼装货，是没有印度买的这些外国来的飞机好。可是现在实战证明，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显然，印度目前并没有可靠的应对方法，所以我觉得就不要再自我吹嘘了，先冷静看看局势到底如何发展再说。那至于说中方是不是能够在这一场战争中达成一个斡旋，其实也是要双方要愿意结束这场战争。那如果到现在印度还是不甘心的话，恐怕你介入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太多的功劳。那当然，印度其实也还蛮讶异，觉得说中方过去应该照理来讲他是巴铁嘛，所以应该是完全站在巴基斯坦这一方。可是现在中方相对的是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印巴之间的冲突也是好事啊，可以透过中国大陆甚至俄罗斯来达成一个停火的协议，我觉得这个对双方都好，再打下去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至于说印度吹他们自己是空中武力第3，没有关系嘛，他叫三哥嘛，所以他喜欢当第3就让他当吧。
好，来请教一下小舰长哦。其实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一次呢，当然印度这一边他们所买的系统是比较多元的啦，多元是好听，但有人会说它杂牌啦，所以呢，他们在整合上面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我比较讶异的是，这个骁龙加上 CM400 AKG 导弹，竟然可以直接打到 S400，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其实我们这样讲啊，印度它买装备啊，就像梅花鹿一样，点子很多，但是点点不相连啊。那现在的这一个大国，实际上它建构这种防御以及攻击系统，那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啊，在印巴战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3个特点：视距外、数据链以及体系化。那比如说啦，我们之前看到很多的军事专家或者是学者喜欢用单一的武器相比，但是这一次就发现完全行不通。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来讲是一个体系在对抗，而不是说 S400跟红旗9在对抗，不是，也不是说标风战机跟这个歼10战机在比拼。都不是，而且我们看到啊，这有关于巴基斯坦，它其实是，解放军手把手带起来的。我们看到现在这个4张图啊，是在2023年，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巴的雄鹰10的演练，我们可以看到中方出动的战机其实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也不是歼10，它出动的是什么？它出动的是歼11B。他为什么要出动这种战机？因为就在模拟印度啊，所以这个印度完全都不了解，因为印度其实它之前是以俄罗斯的战机作为主力。然后我们来看这张图，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是这一架是什么？这一架也就是空警500的预警机。然后我们看到，其实它整个演练里面也包含了这个红旗9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战争可以想象到，解放军已经完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体系化。那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片，这是去年我去参加珠海航展的时候啊，我看到了在这个中国电科，也就是他们主要在进行这一些无论是飞弹或者是电子战的一个公司它所出现的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次还没有真正出现卫星啊，它卫星先透过了这个预警机达到收集到的资料，再传递，然后再传递给前线的这一些战机。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它传递透过数据链，然后战机发射飞弹，视距外，然后整个就是一个体系化，这是这一次作战的一个特征。而且其实巴铁还少一样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中程僚机。如果巴铁本身有中程僚机的话，那可能印度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战损啊，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但是这一些呢，当然不是中国大陆所独有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美国所建立的 Link 16的这个系统，它也是如此，也就是预警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当我飞弹发射出去的时候，我的地面的无论是飞弹或者是舰艇，其实我看不到目标在哪里，我都是透过这一个预警机进行这个命令导引，直到了最后的时候，它才开启主动雷达。那开启主动雷达之后，直接攻击目标。所以目标其实即使它有电子战的一个预警能力，它也不知道飞弹朝向它而来啊。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现在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这个红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看到的，霹雳15，可是它有一个更长的霹雳17，可以到达400公里。它最主要的就是未来要击杀这一个预警机，但是美国也有这样的设计，也就是我们看到说有关于标准6型飞弹，为什么现在直接挂上了这一个超级大黄蜂上面，它的着眼点也是如此啊，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张图的设计，也就是直接的从高空攻击无人机的部分啊，那其实也就是再一次强调。
我们国军在建军的时候，不要一项一项的建军，要建立体系化。好，来请教介大使。对，本来就是说，巴基斯坦传出来的战果就是击毁了印度那边5架这个战斗机，还有1架是无人机。那最近又传出来了，巴基斯坦的枭龙也建功了。枭龙战机把这个印度的 S-400系统给它击毁了。S-400是俄罗斯现在最先进的这个防空武器。那这个地对空的这个导弹呢？那这个它本身它也有这个隐蔽能力啊，各方面都很强的。那居然会被打掉啊，实在是这个让这个大家又对枭龙战机刮目相看。不过枭龙巴基斯坦讲，它挂的是美式的这个导弹，这一枚导弹的话是相当贵的，200美元一枚。那么基本上它是这个。应该是空对舰的导弹，可是也可以用来做空对地的。那枭龙战机跟这个歼10C 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歼10C是比较这个做空中缠斗，这个空对空的武器是很管用的。那枭龙它是可以说有一点战轰机这样的功能，它除了空中的这个缠斗，它也可以攻击地面或水面的目标。所以是各有不同的用途的。不过这2款，这个歼10C 完全是中国大陆这个成飞生产的，那么枭龙对外号称是中巴合制的，不过它的 Capital 3现在已经也各方面的这个功能也提升到蛮强的，所以这一次可以说是2架中国大陆这个系统的战斗机在战争中都获得了很大的这个战果。这个其实从陈飞在这个印巴空战打完以后，股价涨3成，然后这个枭龙战不是这个标风战机的法国的达索那基本上股价跌了大概10%。可是呢，现在外面又传出来说，印度跟法国已经在开始闹了，因为它还有54亿美元的这个所谓的标风战机的后款还没有付。那印度已经去找法国算账，他说这个东西他不付了，所以现在这个法国这个很头疼，因为他这个现在在外面交货的标风战机，我看大概将近500架，很畅销连这些埃及什么都买它的标风，连这个塞尔维亚本来是要买歼10的，后来也买了标风，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改过来。那这个战况，这个就是说实战这个成绩这么差所以现在法国很头痛。不过我觉得法国一定会下一个命令，就是说现在在印度战场的所有标风战机都不准再上战场，因为再打2架下来，它真的快完蛋了。那这样情况之下的话，印度还不赶快跟巴基斯坦停火，他怎么打？其实因为现在双方还持续的在交火当中嘛，所以后续大家也会一直看到类似的这一些军事方面的讯息。那当然，军事迷他们在看这个讯息的过程当中，也影响到的是什么？最影响到的就是军工市场，它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一个走向？就像刚刚大使所讲的，现在其实标风是卖的蛮好的可问题是打了2架下来之后，他们赶紧出来说那因为飞的人可能不是我们的人是飞的人我不是有办法掌握的，这可变因素。好，可问题是对于中方来讲，这比珠海航展还要厉害，还要好用。那未来的走势，美方这边也很关注了。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我们讲到美中之间，这个周末大家都在关注到底谈的怎么样了。当然，我们一定会关注的就是川普他的 Twitter， 他的 tweet 上面呢 ，X 上面要告诉大家，我跟你讲啦，双方谈了很多事情，获得很多共识，巨大进步，10个小时到底进步了什么？这一次呢，其实美中不是在美国这边来谈，而是去了瑞士日内瓦。好，中方这边所派出的是何立峰，美国呢则是财长贝森特。
但是呢，被人家拍到真的是巨大进步吗？怎么会看到了第一天的时候，何立峰是中途离场了呢？据说谈了大概15分钟就退了，然后之后又再进去。那何立峰呢，中午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吃饭，分开吃，第二天继续谈。所以呢，现在大家的感受以及传出来的信息，比较像是说，反正就是谈。就是对话，但你真的不要有太多的期待，没有几个月是谈不出来的啦。大陆的学者说呢，因为他一开始就跨那个80%，那个是谁能够接受？因为80%你一样不用做生意，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没有几个月根本谈不出来。其实美国民间真的完全没有声音，或者是完全支持川普吗？我们先来听听这一段访谈。So what he's doing is saying, look, I'm going to be reasonable as well. Jim, right? they have done nothing. You know that they have done nothing. They're coming to the table. They weren't willing to come to the table before. Because and Trump has said, okay, I'm going to just lower it to 80% then. That's not what he said. That's not what he That's said. not what he said. 好，他一直告诉他哦，那个人这一位是谁？这位大哥哈 ，Jim Scott， 他是什么？他是白宫，也就是上一回川普当总统时候的法律顾问。所以呢，他其实是偏共和党的啦。然后 CNN 的主播就一直跟他讲说，中方没有做什么，中方真的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你们降到80%，那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在问，到底川普现在在做什么？因为川普现在所做的就影响到了下面我们看到这些新闻，譬如加州2大港口通通空，新冠疫情以来第一次，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你对中的这个关税加到145%，谁还敢再进货柜啊？怎么进怎么亏吧。所以包括了加州的港口哦，上面下面南跟北通通都是空的。另一个部分呢，加州州长讲了，关税现在呢，因为加州就是靠港口贸易嘛，就是做贸易，特别呢中方其实是蛮大的，通通都是进到加州来，关税就会让美国丢掉最大的经济体。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呢，他看到的是美国的家庭没有东西了，然后呢，几个月之后，大家可能会缺书包，可能呢会缺货物，缺节日的玩具，会让这一些所谓比较低阶的家庭，它反而雪上加霜。而且呢，疫情期间的卫生纸恐慌现在可能会再现。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关税战呢，让这个进口原物料也通通都变得比较少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巴西对美国的纸浆出口量直下降。4月的时候呢，说已经比去年同期降了大概有2成左右。纸浆就是用来做卫生纸的啊，现在没有卫生纸可用怎么办？大家又要开始囤货了吗？芭比娃娃也要课100%的关税了吗？这个呢是美泰尔他们先前就是因为这个关税问题杠上了川普，其实他也去找川普谈呐。那川普怎么讲？他们说没关系啊，就让他去吧，哈 ，Let it be 嘛，哈，对他的玩具就征收100%的关税，之后呢，他就会在美国一个都卖不出去。美国是他最大的市场，我看他要怎么办？你要跟我对着做，我就跟你对着干。好，这个是川普他现在的立场。可是问题是，产业大佬是怎么想的？航太业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了吧？航太业的高层说，其实是想要说服白宫还有川普，允许飞机跟它的零组件可以免税跨境交易，才能够维持现在在美国这边 ，at least 他们其实在航太业也还有一定的领先程度吧？他们所用的是国际供应链，能不能让它保持领先地位呢？美国的媒体更急了，好，现在货架真的空了，原因是因为不是只有关税的问题，美国内部的内政问题。你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零元购再起，大家又开始疯抢。好，您必须要理解的是，在这个社会上动荡的同时，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经济问题，是因为人民的民生问题。如果说呢，现在发生了这一些事情，然后货架上面又因为经济上面造成了民生的一些困境，那恐怕真的是雪上加霜。回过头请教一下彬哥，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是中美之间呢说密谈了10个小时，但是没啥结果。可川普觉得达成很多共识。川普讲的话听听就好了，他现在讲话我看没有什么人会相信，因为他什么东西都是大成功，我看他已经变得跟柯建铭差不多了，什么都要大成功，所以我觉得就不用理他了，他就随便说了。那但是我们也本来就知道中美之间的谈判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这个没有个几个月，我不认为会谈出什么结果出来。所以双方其实就是初步的接触，先了解各自的立场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大概接触完之后再回去请示，
然后再约要不要下一个阶段继续会谈。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这个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状况。你也不用期待，以川普现在踩得这么硬，你说他可能一下子就马上让步嘛？我看也不可能。所以我觉得就慢慢谈吧。那本来我们就一直说这一场这个关税战就是看谁撑得久。那川普如果认为美国人可以撑这么久，那川普就可以去试试看。可是我认为恐怕事情完全超乎他的想象。像我们看到 CNN 主播跟这个评论员在那边吵，然后你看那个评论员居然在否认说川普说要先降到80%，这不是川普自己讲的吗？这个你也要否认？那到底川普哪一句话是真的？可不可以请这位评论员告诉我们？然后他们一直说啊，中国做了这个，中国做了那个，中国什么也没做。真就像那个主播讲，中国做了什么？全部都是你美国在主动攻击啊，不是吗？所以你要怪谁？我真的觉得很奇怪。那现在对美国来说，它马上就要出现的就是它不会有货品了，因为美国现在在做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它在要求世界各国对它实施禁运，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川普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大家没想到吗？就是我不要跟你们全世界做生意。你们来我就要加你很高的税，所以你们最好不要卖东西给我。川普在讲的就是这件事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但川普就这样干。我不知道他到现在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到底知不知道制造业当初为什么会离开美国？因为在美国生产划不来嘛，太贵了嘛。那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制造业到底要怎么回流美国？他就算回流了美国，他也没有竞争力嘛。就这么简单，你川普到现在不理解这件事吗？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逻辑，他都不能理解。他叫那个 Mattel 叫他直接滚出去，你要去外面做就外面做，大不了我美国不要，我美国市场就不收你的玩具了，我就征你100%的关税，我让你卖不出去。川普，你确定要得罪全美国的儿童？你确定你要做这件事 ？Mattel 是美国最重要的玩具公司之一，所以你确定你要做这件事？所以我真的觉得川普脑袋怪怪，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正在捅一个很大的马蜂窝，而且这些马蜂已经倾巢而出了，很快就会袭击他。接下来几个月，美国人马上要面临到什么？这平常该买的便宜货品都不是没有，就是贵得吓死人。然后所有的节庆庆典用的玩具啊，这些装饰品啊，全不是没货，就是非常贵。然后大家都要去争抢，那美国人节日过不成，儿童玩具没有。然后一般生活用品奇贵无比，请问一下，美国人能够忍受多久？我觉得川普想要这样干的话，就用力干下去了。就其实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努力的，您知道吗？就包括零元购这件事情，他怎么不去努力这件事情？大家特别在关税上面使劲，来请教一下介大使。对，这个中美的接触哈，在日内瓦的接触，昨天谈了将近10个小时嘛，今天还要继续，所以大概慢慢都谈到一些比较实质的问题啊。我这个中间大半我看了一下，就是说记者媒体他双方带的人非常多，所以很多我想就是说负责贸易谈判各个部门的哈，不管你在货品上还是这些智慧财产权，还是这些哈所谓的这种哈这叫什么哈 facilitation， 就是说贸易便捷化，这都跟贸易有关的啊，大概都在里面了，所以。应该是会有很多具体的交手了啊。是。那而且他谈了10个小时，事实上还能够继续谈，就表示双方还是有互相觉得有接触的价值啊。对，不会说一谈即崩啊。所以，可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两边都不太对外面讲话，都没有对外面发言。那美国方面有些人在那边解读啦，不过也没有权威性。只有川普在那边说谈得很好啊，什么，就是在外面制造一种气氛啊。不过大陆会坚持一个原则哈，就是说你必须要照着国际贸易法的这个规定来办，因为美国现在所有单边主义对这个中国大陆进行的这种贸易上面的不公正的做事哈，都是属于贸易单边主义，都明明白白违反现在的国际贸易法。中国大陆昨天前天还在跟印度跟这个俄罗斯签了一个共同声明嘛，里面写了10几条，都在强调一点了，就是反对单边主义，一切要照继承的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法体系来办事。那这样子的话，你中国大陆就很难对
对这个美国提出来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妥协做任何接触。如果照国际贸易法的话，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所有制裁都违法的，所以中国大陆如果要维持这个国际贸易法、国际贸易体系的完整的话，除非美国把目前所有对中国大陆进行的单边制裁所谓单边主义的这种违法措施，通通先撤除，才可以谈。那这个是中国大陆它必须要考虑一个立场，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媒体说，中国大陆强调的是说反对单边主义，反对这个违反国际贸易法这种任意的这种所谓的霸权式的作为。那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原则摆出来的话，那川普只有把他目前对中国大陆所有作为都裁撤，那么中国大陆才有可能接触，要不然中国大陆会跟自己的讲法会有一点冲突。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是增加相互的了解了。那川普你就是降到8，事实上也违反国际贸易法，因为你不能够单边在没有任何一些特定状况之下，你就对对方征关税，这是违法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中国大陆来讲，反正不急嘛。现在加州的港也空了，西雅图的港也空了，Oregon 的港也空了。问题现在球在川普这边所以川普如果说硬是要硬干的话，那中国大陆一定会让他怎么样吃点苦头再说吧。是，来请教一下小舰长。我们看到现在在日内瓦进行的这一个会谈其实它的本身呢，我们回想一下，像不像2021年3月的时候，在阿拉斯加进行的阿拉斯加会谈？这个会谈本身，那我们看到美国所派出来的，也就是布林肯跟苏利文可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派出来他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他那时候就讲了，也就是其实呢，美国呢，他以实力地位与中国谈话，但是他早在20-30年之前就已经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其实为什么？我们看到副总理何立峰他会离开这个会谈的场所又再进来，其实表达的就是类似这个意涵。同样的，在2021年的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他们也不一起吃饭的，也就是这一个谈判的这个氛围，绝对不是川普所讲到的有关于达成很多共识。但是川普为什么要说他达成很多共识呢？其实我们虽然现在叫做会谈可是实际上来讲，对于中美两大国来讲，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初始阶段。我们在进行谈判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一个议题的一个权利。所谓议题的权利，也就是说它排列出来的图像到底是长成什么样子。现在这个样子，也就是为什么不一起吃饭，为什么中方代表先行离席，也就代表的其实中国大陆对于现在美方所提出来的，无论是关税，无论是靠港的这个码头靠港费，还有美债这些东西，美方的答案中方没有一个可以接受，所以才会演变成现在这个状况那另外呢，其实谈判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叫做成员结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美两大国在谈判，也就是实际上的竞争双方。但是有没有观众？有有没有第三者？有欧盟跟日本还有其他国家都在等着看中美两国谈判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是不是有比照的空间？这个是我们从这里面所可以看到的另外，有关于这个港口的部分我现在截的这张图是洛杉矶港那这个其实是美国他们所号称最繁忙的这个港，我就直接挑了今天也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它这是港的一个角落而已，它是有船在卸货的。2024年也是5月10号，它也是有船在卸货的。但是今天对不起，这个打错了，这是2025年的5月9日，也就是昨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艘船都没有。所以其实这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有关于洛杉矶它整个卸货低于比之前下降了31%，这个是一个现实。然后川普要不要认清这个现实？那这个现实如果一再的
继续下去的话，只会让川普的政府更加的令人唾弃。其实呢，就是在位者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人民过得好不好是由您决定的。那如果说您的政策真的会导致，就是像这些货品没有办法进到美国来，或者进到美国来都是高额高价的货品，让大家没有办法承受，大家的生活品质大打折扣的时候，那民怨就会四起了。先进广告。但是在印巴这里呢，昨天我们节目刚下节目的时候，还在讲说，哎呀，这个终于好像传出来哦，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战事得到了好的解放吗？所以晚间产生了一个和平协议，结果没有多久，这个是他们的凌晨时间，那台湾到今天早上就传出来，才停火了几个小时，又打起来了。印度指控克什米尔这里入夜又有被攻击，因此在夜空中。巴基斯坦也指控印度违反协议啊，那印度也指控对方违反协议啊，所以数个小时之后，印巴上空再度出现火光，不断的持续炮击，所以各种的网页上面的各种的朋友一直在问，像这位是印控的这个邦长啊，这个克什米尔邦的邦长就问，到底停火后发生了什么鬼事？整个首府到处都听到爆炸声，这根本不是停火。那各种的市中心的防火系统通通都启动了，到底要不停火在停哪一电的啦？印度外交部长次长说，巴基斯坦屡屡违反协议，印度武装部队对这些违反行为给予充分与适当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则是正式的声明致力于履行停火协议，尽管印度在部分地区违反协议，我方部队仍然负责跟克制的来应对局势，所以双方都是对方的错，到底是谁搞成了现在的局面不知道，但是谁停火有功劳，川普第一个抢功了因为川普是第一时间发文，在他的 Truth 上面发文说，哇，在美国彻夜斡旋之下，很高兴的宣布，印度跟巴基斯坦同意全面立即停火，恭喜这两个国家用了常理心跟大智慧，感谢你对此事的关注。可是印巴开战。后来又打起来，川普好像不知道因为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说法就不太一样。像 CNN 报道里头，美国国务卿被认为协议里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啊，可是印度的官员却淡化美方角色。他回应媒体的说法是说，停火是印度跟巴基斯坦透过直接谈判促成的并不见得是以美国的角色所造成的但是相反的，巴基斯坦则是强调美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是非常重要，能够停火。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两个明明又开轰啦，可是川普好像感觉没有发现一样，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还继续发文，我很自豪，美国能够帮助你们做这历史性的勇敢决定，那我会大幅的增加这两国的贸易，让你们发现呢，这样子的领导的出色可以完成工作，就是在我川普努力之下，你们可以达成。好啊，到底是不是美国的功劳不知道，但现在呢，美国态度为什么本来不想管的？因为公开在 Vance 副总统公开讲，这个印巴冲突跟美国没有关系，完全撇清的。突然介入是怎么回事？川普还突然跳出来邀功 ，CNN 的这个标题蛮惊人他说为什么突然停火？美国为什么突然插手？他说美国接获了惊人的情报，有够惊人，到底惊人在哪里啊？让他们必须介入印巴冲突。总之，这个内容里全文看完，好像只是会有更高的冲突上升而已啊。那到底这个内容是什么？纽约时报另外一篇报道，如果我们参照来看，他的报道是说，本来不愿意介入的美国，因为接到一个情报，由 Vance 在提报之后，告诉他说，其实呢，这个各种的冲突攻击的空袭啊，已经逼近了巴基斯坦的这个核武库战略规划局附近，非常危险，随时可能引爆核战啊。所以这才让美国不得不赶快，怕整个扩散真的变核战的话，由川普亲自下令促成印巴的和谈。但问题是，现在又打起来了。但这次印巴的冲突有一个形容词叫做似乎是美中或者美国欧洲这个军武的大战在这里上演。先看清楚几个武力的对接呢，其中像这个霹雳15的
飞弹呢，在印度这里说被捡到了，它后段没有报的内容呢，确认这是第一次在战场上被看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研发里头，究竟它产生的效力有多少？以这个空对空飞弹的比较，现在各国包括媒体都在关注，在盘点说，包括空战当中飞机啊，被歼灭的这个飞机里头的各种性能之外，飞弹也是，光是以中国霹雳15要比较欧洲的流星、美国的 AIM-120，还有俄罗斯的 R-37M， 比重量、比射程、比飞行速度，包括了重量呢，最轻的是这个霹雳15哦，不是最轻的，但是它却射程可以相对的远，所以比较起来，像不管是俄罗斯的这么重，射程虽然远，差不多哦，可是所造成的威吓跟飞行速度来讲，看起来在霹雳15有蛮大的领先，所以美国也证实哦，中国的歼10击落法国制的标风，让现在西方的各种的世界都在想，哇，这个空战的系统可能有个新的战局要开始了。杨老师，你看万斯其实最早的时候他已经说，这个战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印巴，特别是克什米尔，美国没有什么重大利益。那同时呢，这个问题其实从1947年打到现在，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啊。那最重要的是，他发现到5月7号的凌晨的攻击，中国的军武，歼10C加上霹雳15取得重大的胜利。这个时候，美国去做核试了，不过中美之间好像这个直接就变比较了哈。所以呢，他刚开始说跟我们没有关系。后来2个事情啊，第一个就是《纽约时报》所说的，他们大概感受到印度这边开始在扩大攻击的时候呢，有打到就是所谓的巴基斯坦的核武设施的附近。同时，巴基斯坦也在这个之前啊，举行了叫做战略作战指挥部啊，它这个不叫国安会议，因为它这个专门就是针对可能要使用核武的一个指挥系统，那就是由总理谢里夫他来召开，因此美国感受到这个战争可能很快会扩大变成大规模，甚至可能会变成核战，那这个就不得了了哈。所以川普就说，那一定是川普下令要万斯先打电话给印度，因为万斯是印度女婿嘛，而且他之前才见过莫迪，同时要 Rubio 跟两边的外交部长都联络，马上你们要至少做一个停火。但你后来发觉到停火，他们又再战。这个停火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没有意义吗？有，这个叫做避免情势升高的停火。也就是双方啊，第一个不要进行到核战，第二个不要打核武的设施或者附近，挑选一下。对，就你要，但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控制你们的这个交战的情势、规模还有地区，以避免它变成一个核战。这个大国就下来，你们气难消。越难解，我知道现在到底是哪一方对哪一方错哈，你们各说各有理。因为印度觉得自己被恐怖攻击，巴基斯坦这边觉得你5月7号打我们9个设施，造成35个人死亡，之后又造成将近50个人死亡，而且在这个第一次打的时候有6、7个小孩子，所以呢，他们第二波5月8号巴基斯坦回击的时候，把那个小孩子的姓名写在那个火箭的上面，好，所以有一点就是说。仇恨的，就是仇恨，所以双方这个气难解也气越难消，因此一定会有一个持续的边境或者克什米尔的这个交战，但是美国就下来，你要控制情势，所以这个停火还是有意义。之后我们又看到王毅也出手了，王毅也就跟巴基斯坦这边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及跟印度的国安顾问，双方就。在跟他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先后的跟王毅通了电话，所以就表示中国大陆这边也出手我还有一点讶异的，印度这边愿意接王毅的电话，他们的飞机被中国的这个军武打下来这么的凄惨，但是这一次从5月7号之后，8号、9号、10号连续3天我必须要讲，印度又再次的惨败。他5月7号6架飞机被打下来，然后之后2次的77架无人机被中国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激光的这个反雷无人机的机器给打这个武器给打下来，然后呢，也被这个叫做枭龙战机，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合作的，打掉了 S-400，这个好像是潜舰打掉反潜舰了，也就是说打掉那个 S-400二制的防空武器。
昨天啊，应该是昨天，又有一艘标风战机，或阵风战机被击落，据说上面是一位女飞行员，那曾经还是就是印度的这个就是空军的英雄，因此我觉得印度又再次的这个惨败，所以呢，双方现在就可能在边境上还是会继续的这个发生缠斗、发生战争，但是呢，会把这个规模跟情势有所控制，可是很难讲的控制得住吗？我们再继续观察哦。将军看门道，带我们看看这次在空战上，已经是几十年在全球没有发生过空中的这样的这个飞机的空军的对战，甚至这些武器都一直不断新颖的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您怎么看？也认为是印度这次惨败了吗？我认为这个是除了这一次印度的派的飞机是最好的标风战机，那派的是王牌飞行员，王牌飞行员搭配王牌战机，那怎么会输成这个样子？最重要是，印度的训练是单打独斗，就是派标风去打巴基斯坦的战机。但是巴基斯坦它不是这样，它是组合训练，它跟空中预警机，还有地面的红旗9的防空飞弹的雷达，也包括它的歼10C的战机的载台上面挂了霹雳15的远程空对空飞弹。所以这个巴基斯坦呢，它是组合训练，它是打群架。但是印度的空军是单打独斗，你这样就知道了，那这整个就出来了。所以王牌飞行员呢，单打独斗打不过组合训练。那这个霹雳15它是双动力系统，它加速到40公里的一路加速，它就关掉，它的第一段烧完之后就那靠滑翔继续往前飞奔，最后面呢再继续加速，点燃第2段推进系统，继续加速奔向目标，所以才能够达到5倍音速。为什么？飞弹变轻了，第一段烧完了，在最后烧第2段的时候，飞弹变轻，所以它有一段是滑翔的，省燃料，最后面要做加速，所以达到5倍，是这个样。所以它的双段推进动力它有它的一个，就在中段有个滑翔，这个滑翔就是节约它的燃料。那它又流线型，它旁边你看注意看除了控制翼之外它没有一些突出来的会增加空气阻力的，这方面没有。所以我们来看，那印度实施报复，对巴基斯坦的3个空军基地实施轰炸，派那个发射那个导弹实施攻击，也接近到这个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伊斯兰马巴德距离喀山米尔不到200公里，很近。那是这样子他对接近，他就为什么要打那个巴基斯坦的空军，就是为了报复。但是巴基斯坦立刻启动铜墙铁壁军事行动。那同样铁壁军事行动也对印度的机场实施攻击，然后对印度的 S-400的地对空飞弹阵地的雷达系统，这个是印度向俄罗斯买的，也对它实施所以攻击。所以这个战火2个你来我往实施报复行动是这样。但是有一个不可以的，就是这个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核武设施准备要实施打击。你这样的话，那启动核战，你对我核设施打击，那你让我没有核武，我就先把核武弄出来是这个样所以美国蛮紧张的。但是这一次印巴能够稍微降温我认为中国大陆发挥了功能，因为中国大陆想这个2个都是中国大陆的边境国家，印度跟中国大陆有边境，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有边境。那如果是印度不采取这一个收手的作为的话，那中国大陆是不是也给印度更好的武器跟更多的情报？这一次印度败在情报上，还是另外一个。印度的所有的这个空中跟地面的这种语音的通话都被巴基斯坦接收，然后它的机号也被巴基斯坦接收。巴基斯坦都知道印度派的是标风战机，连机号都知道是哪一架，因为印度只有36架标风战机，结果被那个巴基斯坦弄得一清二楚，你就这是36架，你哪一架起飞我都知道这个机号，换叫做敌我识别，马上被锁定。对，这情报被巴基斯坦做掌握，所以印度就变成吃亏了。因为打仗打情报，那巴基斯坦把印度摸得清楚，印度还搞不清楚巴基斯坦打的是组合训练的这个空中预警机跟他的这个歼10战机互相搭配，然后发射这个霹雳15的飞弹过去，是这个样因为巴基斯坦也弄得一清二楚结果印度吃的是馄饨，搞不清楚，是这个样，所以就变成态势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印度在这一方面就屈居下风，然后可能要做了一个战略停损，要不然印度会吃的亏会比较多。
好，周老师，如果看到川普每次跳出来讲说我参与战事可以把如何的降低、赶快结束战争，几乎每一次到目前为止都是与预期大不相同，就好像昨天好不容易有个协议了，马上又开轰了，而川普好像视而不见了。川普一向喜欢用这个言辞来创造事实嘛。那这一次到底他是仅止于言辞，还是真的会创造事实，还有待检证了。不过现在双方还有一件事情没有搞定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看起来巴基斯坦在停火的时候是期待印度方面可以这个解除对于这个印度河用水的这个限制，因为原来双方是共用这个印度河的这个水资源嘛，然后在这一波冲突的时候，印度方面就停止了这样子的合作，所以巴基斯坦是要求印度尽快来恢复，如果双方停火的话，那现在这个当然就变成说这个停火能不能延续，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当然，其实这一次。川普当然这个说话说得很大声啦，不过一些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这个外交官大概都是蛮肯定那个 Rubio， 据说 Rubio 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特别是 Rubio 打了一通电话给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司令，被认为是最后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个通话。那事实上在2019年那一次是庞佩欧，也是美国国务卿，那一次也是因为担心这个双方会走上这个核战争，所以最后美国出手。那美国因为为什么美国出手有用？当然主要是因为美国能够节制印度，所以巴基斯坦会接受美国的调停。第二个，巴基斯坦跟印度对于调停的态度也不一样。印度就很强调说，他没有所谓的这个他不接受所谓的调停，调停不是很重要，他们要通过双边直接的沟通。可是巴基斯坦很重要，很重视，为什么？因为巴基斯坦比较小嘛，印度比较大嘛，所以他当然希望有一个外界的第三方来平衡双方这个力量的不对称。所以为什么巴基斯坦会重视美国的介入，而且会因为美国的介入而改变他的做法？那印度反而是虽然跟美国关系那么好，反而印度是认为说不对，这是他们双方谈的，而且呢，他说没有什么下一步的谈判，因为 Rubio 是说双方未来会在一个第三地一个中立的地方来进行后续的谈判。其实主要也就是巴基斯坦最关心的一个水资源的问题嘛。那这个部分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进一步的这个进展，我想这个会决定下一步停火能不能进行。其实还有一些国家也很关键了，包括什么呢？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因为你看啊，像印度啊，像这个美国是打电话，对不对？电话外交，那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他的外交部长直接跑了这两个地方去，他跑了新德里，也跑了伊斯兰马巴德，那穿梭沟通。其实不只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据说连伊朗也派外交官去，然后这个科威特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有派人去谈，特别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就是要派外交官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打仗的情况下呢，这个地方交通大乱了，所以外界就是国际航班就没有办法飞到阿拉伯半岛去啊。这个对沙烏地阿拉伯他们来讲影响非常大。如果再进一步影响到货运的话，那贸易都中断了。那这个其实对于沙烏地阿拉伯来讲，就对整个阿拉伯半岛来讲，是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要积极的介入。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对这两个国家真的有影响力。其实这一次比较少人报道是伊朗的角色。伊朗其实对这两个国家也都有影响力啊。虽然看起来伊朗好像跟这个美国关系是非常非常不好，是敌人的关系，可是伊朗跟印度关系还不错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伊朗跟巴基斯坦是有点紧张的，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其实印度跟伊朗关系是因为伊朗跟巴基斯坦他们有一些主权上的冲突所以是这样子而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很多国家都投入，照巴基斯坦自己讲法，30几个国家。但只有川普说都是我的功劳了哈。美中这2天大家关注究竟有没有办法谈出个结论，现在还不知道，因为这是第2天的谈判。那么有各种的报道说有日内瓦的各种暗战哈，其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跟大陆国务卿的副总理何立峰这10个小时的会谈呢，前一天有各种报道说，哎呀，甚至不欢而散啊，等等都有啊。可是川普却急着发文，就立刻在社群上说，美中昨天的举行非常好的会议，造成不少的共识，甚至补充希望看到中国对美国企业开放。
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取得了重大进展。真的有重大进展吗？以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说法是，这个要谈1-2次啊，就可以有结论啊。不现实吧？这个分歧要化解才是必要之举，甚至他们形容是接触，不是谈判。这个是目前在大陆官方的定调如此，但美中贸易战的2.0会谈这次的过招，看起来各种分析都认为试探大于突破，顶多站不动干戈，而不是和平。不像川普讲的，哇，有这么大的进展吗？大家都存疑啦。像关税啦、稀土啦、科技管制啊，中美谈判都是重点。虽然派了个公安部部长去，看起来芬太尼也不是真的川普关心的嘛。光是中美谈判的船只、港口费是焦点啊，因为在港口费要增加，专门针对中国大陆或其他靠港的港口呢，加征关税这件事情，就造成了美西港口的货轮归零。这是 CNN 根据引述官员报道的，预计要从中国开往圣佩德罗港湾的这个复合港口，货轮呢在6号。41艘，到了9号就是0了，直接掉到0，没有船要进港啊！这造成了在 LA 这里还有加州的很多2个大港口都有很大的压力。其中长滩港的货运量骤减35到40%，洛杉矶港少了30%，也让长滩港的这个行政总裁跳出来说话。他说，现在看到这样的货船取消数量的数字呢，超过了疫情肆虐时的水平，非常的忧心。加州州长也说，关税会让美国丢掉最大的经济体的地位，因为呢，这造成了我们这个关税政策的错误，正在拜托停止惩罚美国的家庭好吗？这个让川普当然面上会无光啊，有没有办法解决呢？现在叫做热度比 AI 更厉害，叫做美国的企业财报啊，各种企业叫做避险财报都要各种的讨论嘛，讨论 AI 的，不然过去都是最关键啊、最热门的词，现在啊，超过350家企业提到什么？关税，因为关税才是影响整个全球企业经营的风险最大，或者是川普吧，所以川普的关税战造成了进口原物料的急跌。美国媒体的报道当中说，疫情期间曾经发生过各种的物资短缺，其中卫生纸啊、厕所荒啊，这是最需要的吧？全球最大的纸浆出口商呢，行政总裁阿布乌雷乌说的关税导致巴西对美国的纸浆出口量大幅的下降，那把这个成本转嫁给美国的买家，到时候会不会连卫生纸又买不到了？因为光这个纸浆进口都有问题，你但中国大陆的货不再进来以后，而美债更是一个地雷。所有的财经专家都认为呢，这所造成的美国的影响，恐怕也是川普不得不低头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在国会演讲的时候就提到了美国很可能在8月就会达到的借款上限，必须拜托国会赶快在7月中旬之前提高债务上限，否则的话会债务违约，这是垮的美债会让压垮美国政府的重要的关键，或者说美元贬值才刚刚开始吗？台币的升值看起来是压力，那到底美国要的是涨还是跌自己的美元呢？那韩国的这个央行行长说得好，他们搞不清楚美国到底要怎样。像以野村投信他来分析警告，日本投资者对于美国这个美债的减仓风险是大于股票的，所以包括了9大寿险公司啊、外国证券公司啊，都创历史新高啊，高于历史水平。也就是说，这接下来的出售美债10%以后，会造成的避险比例会很高，这种抛售潮会造成美债非常大的压力。美债当然也牵动了全球的股债市。杨老师，川普在就差不多10个小时之前，他在他的就是 Social Truth 推文，称赞这一次在瑞士贝森特和何立峰的谈判。他说是在很好的友好，然后呢开放以及有建设性的之下进行谈判。那他用了一个字，我们这边没有显现出来哈，他叫 Total Reset， 全面重启。他认为是个全面重启。那这有2个意涵，一个意涵是讲他现在目前2个人在瑞士谈判的氛围跟进度是一个全面重启的中美贸易的谈判。那第2个就是川普自己认为现在跟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要全面重新启动，不是要发动也就是说回到一个真正比较务实，然后呢中美双方能够共同发展。
他真的这样写，好，可是我们一直在看，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有任何的记者会或声明，或者是任何的结果出来，所以现在可以说，双方在瑞士的谈判，各位你知道他是进入到瑞士哪里？瑞士这个国家，瑞士驻联合国的大使馆，因为联合国在日内瓦有一个就是分部，那瑞士呢自己在他自己国家里面，在那边有一个驻联合国的这个大使馆，所以双方呢就进入到这个第三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馆里面去做谈判。我们都看到这个双方的这个照片进出啊。那我觉得第一个是在降温彼此中美之间的贸易战。那美国也觉得其实时间到了，这个时间的压力，尤其是这个货架的这个充足，以及可能即将来的这种就是物价会高涨的压力，所以他需要就是面对他最主要关税战的这个对手。那中国大陆呢，大概也感受到4月份其实像 CPI 这些都受到影响。那同时全球现在遭受到川普的双边贸易谈判的压力一直在拖。除了英国出来一个我们还没看的内容，但看到一个细部的这个项目之外，日本都也在拖，韩国也在拖，连印度说签了都没拿出来，所以中国就等于出来顶在前面。那我觉得双方大概也是沟通彼此的这个，把双方的彼此的差异做了一个沟通嘛。即使是芬太尼的问题，公安部长王小洪也在这个会场，但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就是推文也就是他要求要有一个成果。他要有一个成果，那这个成果呢，会不会说把对中国的降到50%？因为一直以来，川普的讲的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10%，中国50%，这样子加起来美国的关税会来到27%平均，现在远比这个高。那当然，中国可能要开放市场，可能要这个，比如说采购美国的这些项目，我们看看会不会出来这种东西。我个人觉得可能应该不会那么快，但你知道这种东西。川普如果说要了，这个贝森特一定会执行，那中国也会回应啊。这有好几个这个可能的这个剧本会等在那边。但是同一个时间很有趣味的，就同一天，《纽约时报》在今天的访问川普的最重要的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叫米伦，也就是那个我们叫做海湖庄园协议的这个作者，他是强烈反对和中国签任何协议。他认为美国挺得住，要为了真的长久的美国的韧性经济，不需要跟中国达成任何的协议。他甚至说，他举例，川普曾经说，我不跟中国做几千亿的贸易，我不就可以省下钱吗？这个完全没有经济跟任何的逻辑的讲话，但老百姓也许听得懂。他居然这个米伦，哈佛大学的博士他的最主要的顾问在。贝森特在就是瑞士谈判的同一天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出来讲这么强硬的话，我觉得川普自己的团队里面呢已经是四分五裂，各自已经甚至在透过媒体，而且是川普不喜欢的媒体，在做放话，在做影响。你就看到这个川普团队非常的混乱。最重要的这个谈判对手谈判者财政部长在瑞士跟中国大陆的副总理在谈判。第一天、第二天，川普还发文，结果他的顾问跑到《纽约时报》去发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强硬的访问。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就表示这个川普他还有可能之后会受到其他幕僚的影响，说不定又转变心意。所以这个东西告诉各位，川普最确定的就是他的不确定。对。那但是呢，你一旦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时候，他大概也会尊重。所以这个在北京这方面也要抓住这个可能的机会，否则的话，当然我们就战也不怕。但是呢，如果有这个空间的话呢，也要能够去这个慎重的评估。像这样的关税谈判，有不同的人在各种放消息，尤其是总统本人，是全世界前所未见的。所以这2天美中的谈判乐观吗？朱老师？最乐观的情况就是呢，双方能够成立一个工作组。然后能够安排决定下一次谈判的日期。
这已经是最乐观了。对，我认为这一次谈判要达到什么实质的成果呢？大概不太可能。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大概会使得未来的预期会更好一些。就如果川普真的把这个关税先降一部分，因为即使你就现在台面上的数字来讲，中国大陆对美国课价是125%，川普对这个美国对中国大陆课征是145%，所以美国课的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美国先降下来，我觉得是比较有助于后续的谈判。你看《人民日报》那篇这个评论文章，他一开始也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就是平等协商嘛。平等协商的意思是什么？平等协商就是双方的地位应该是平等。地位的平等就是说，不能说你先给我加一个关税，然后我们再谈嘛，然后就把你这个先加的关税给砍掉。应该是双方在一个还没有加关税的状态下，还没有另增关税的这个状态下去谈怎么样解决双方的一些贸易问题。不过最近那个美国之前的那个就是副助理国务卿董云赏写了一篇这个评论，在谈到美中谈判的一些障碍，其中他谈到2个，第一个他谈到3个障碍，其中第一个障碍他就谈到了就是所谓的平等，就是谈到了川普的谈判特质是先加关税再谈判。那这个当然会形成现在最大的一个障碍，但我看起来这个障碍目前有可能部分的去这个排除。不过第2个问题可能是比较难的，就是说他说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官僚体制啊，它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大陆的这个体制里头，国务院它有像何立峰这样的副总理，他会统整全部的这个主要的像金融啊、产业这些重要的政策。可是美国没有这样子一个人，他有财政部、有商务部、有贸易代表。所以有各个不同的部门在处理跟这个对外谈判需要的这些相关的事务，所以双方没有办法在两个人1对1的谈判里头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这是为什么过去有所谓的战略经济对话的这样子一个工作机制。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双方要真的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要重新成立这样子一个谈判机制去解决它。那么这次你看，现在透露出来说，有可能照川普讲说要打开中国大陆的市场，所以可能会处理到什么？可能会处理到所谓的这个智慧财产权，可能会处理到什么？可能会处理到大陆对于这个国企的这个补贴。那当然，大陆也会要求美国要所谓这个解除它的一些很多的这种出口管制措施。那你现在美国出来的人是谁？他现在是贝森特财政部长，他可能处理的是美国的财政问题或者关税的税额的问题。可是还有其他的，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可能会是商务部要处理的。那么这次商务部长没有去啊。那这一次有陪这个贝森特一起去的是他的这个贸易代表格里尔。所以看起来就是说，的确这个问题还会继续困扰。当然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川普又进一步想要把安全问题绑在一起，那很显然这不是2个人能够谈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要值得观察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只是一直是在台面下的一种猜测，还没有真的端上台面来。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看现在美国边境的一些新的状况。现在讲说，像这个加州的这些港口，大陆的船舰都就是从大陆来的这些货轮都没有进来。事实上，现在大家看到就是从这个对等关税以来，大概少了3成到4成之间。那其实对于长堤这个加州的这个港口来说是冲击最大，因为加州的这个长堤是从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最主要的一个港口它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大陆的这个进口货品就占它整个进口货品的整个进口这个货轮的72%。后来第一届的川普这个关税之后呢，关税贸易战之后呢，降到63%。换句话说，它主要的港口的生计是来自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货轮，你就知道它冲击很大。所以可能下一步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的代理商又要在这个加州这边来想办法，因为大家想看用什么样不同的税目不同的这个科目来去回避到目前的这个关税的这个高额的关税限制。的确在美西这里看起来冲击是最大，包括国内议题、移民的议题、多元种族议题，在这里美西是冲突最多的，更何况是港口。如果到来自于中国的货船都归零，也难怪连加州州长都要说拜托太多，停止惩罚美国的家庭。我们来观察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税这个谈判的互动的过程，我认为川普的压力比较大
从2点来看，第一个，你看他喜欢精神胜利法，希望这个世界这些国家，不管印度也好、日本也好，也包含英国也好，或者是中国大陆也好，都希望向美国来俯首称臣。可以感觉到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政策关税战啊，这个可以呼风唤雨啊，可以占人家的便宜，是这个样。那第二个，他是从事这个心理战，他急于说，川普一直急于说，他交代大家他有成果，他谈判他有成果，有进度，有交代，是这个样。他比较急，这个我认为这是川普的心理战。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川普在这方面所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因为是由美国来发动。那解铃还须系铃人，那要由美国来把它做解招，要这个样。但是问题来看呢，我们来看这个关税战呢，美国为什么代价太高？我认为它的不定感太多，会让人家捉摸不定。所以为什么现在的港口为什么一下变得空了？我等待啊，因为下一个万一降下来的话，我这个时候再出货是比较便宜啊。我现在关税那么高，我出货我赔啊，变成这个样子。结果从港口，从长滩港也好，这个洛杉矶的港口也好，也包括的这西雅图的港口也好，怎么都空了，是这个样子。问题出在这边。我认为这个美国的关税最重要，它违反了经济学的非常重要的定义，经济学第一定律就是比较利益法则。就是你便宜的卖给我，我便宜的我卖给你，就跟台湾一样。台湾现在只卖晶片，但台湾不适合卖稻米，现在卖蔗糖了，因为台湾土地那么贵，人力成本那么高，还能够生产稻米，还能生产糖外销吗？不可能的事情。对，只能向外面买便宜。那台湾的晶片比较便宜，台湾晶片做外销，所以这个比较利益法则是颠扑不破的经济学定律。这个关税谈判就走到了已经会违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它会行不通。